第9课，孩子未来的规划与陪伴。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光明的未来，但在引导孩子时，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挑战：究竟是尊重孩子的梦想，还是帮助他们现实一点？如何教会他们自信与责任感？又该怎么让他们以平常心面对成功与失败？在这堂课中，我们将以幽默生动的方式，一步步探索如何成为孩子人生规划路上的最佳教练。1、父亲如何在职业与人生选择上提供主导？克强的儿子超凡今年高3，正处在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关口。一天晚饭时，超凡兴高采烈地说：“爸，我想当 YouTuber。” 克强听了差点喷出饭来。什么？当 YouTuber？ 这能当饭吃吗？他强忍住内心的吐槽，但还是问：“你为什么想做这个呢？”超凡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对拍摄短片的热爱，还展示了几支自己制作的小视频。虽然技术有点粗糙，但克强看得出儿子确实投入了不少心血。于是他决定给超凡一些建议，而不是直接泼冷水。你可以试试看，但也要有备案计划，像是学习影视相关的专业，或者参加一些比赛，提升实力。如果真能成功，当然最好，但如果不行，也有其他出路，怎么样？超凡想了想，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耶。他开始专注于提升技术，同时也考虑报考影视相关的专业。最终，他不仅获得了录取通知书，还在学校影像比赛中拿了奖。克强这才松了口气，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急着否定儿子的梦想。父亲的引导不是替孩子做决定，而是帮助他们看清选择背后的可能性与挑战，并鼓励他们勇敢追梦，但同时保留一份现实的智慧。2、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与责任感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，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天生自信。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是父亲的重要任务。智乐是一个内向的孩子，特别怕公开发言。有一天，学校举办班级辩论比赛，老师让智乐当主辩手，他一听脸都白了。回家对爸爸俊哥说：“我不行，我根本讲不出话了。”俊哥没有着急鼓励他，而是带着智乐来了一场演讲练习。他拿了一根扫把当麦克风，自己先假装成辩手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为什么每天吃冰淇淋会让世界更美好。智乐被爸爸的搞笑表演逗得哈哈大笑。接着，俊哥鼓励智乐试试用类似的方式练习。他还特意在家里拉来妈妈和弟弟当观众，帮助智乐克服对人群的恐惧。经过几次练习，智乐的胆子慢慢变大了。在比赛中，虽然仍有些紧张，但却发挥稳定，拿下了优秀主辩手的称号。这件事让智乐明白，自信并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挑战中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。同时，俊哥也教会他，既然选择了参赛，
就要对自己的角色负责，不轻言放弃。3. 教孩子面对成功与失败。面对成功，孩子容易沾沾自喜；面对失败，则容易一蹶不振。父亲如何帮助孩子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是一门重要的课题。明哲是一名田径选手，在学校运动会上，因为不小心踩线被取消资格。他回家后情绪低落，对爸爸艾薇说：“我再也不想比赛，太丢人了。”艾薇没有马上安慰他，而是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。你知道爸爸以前也参加过田径比赛吗？那次我居然跑错了方向，成了全场笑柄。但后来我想，错了就错了，下次跑对就行了。明哲忍不住笑了问：“那你后来还跑过吗？”艾薇点点头：“当然，结果那一年我还拿了市里的冠军。”这个故事让明哲意识到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因此止步不前。于是他重新振作起来，继续训练，并在下一场比赛中夺得了金牌。成功与失败都是人生的一部分，父亲需要教会孩子，成功时保持谦逊，失败时不气馁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稳、更远。结语：做孩子人生的导航员。作为父亲，你的任务并不是替孩子规划每一步，而是成为他们的导航员，指引方向，提供建议，并在需要时给予支持，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与目标，教会他们自信与责任感，并以平常心面对成功与失败。这不仅是对孩子未来的投资，也是你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。记住，最好的陪伴不是掌控，而是倾听；最有效的引导不是命令，而是启发。在孩子的人生旅途中，你的智慧与爱将是他们最大的力量来源。